来到文美脸 US Law 北美法律第一频道，记得订阅我们，并且开启小铃铛，获取最新视频哦。大家好，我是专精车祸及人身伤害索赔的王志明律师。今天我要讲的话题是乘坐 Uber 或者 Lyft 发生车祸应该怎么做，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最近几年呢，随着 Uber 和 Lyft 的兴起越来越多的人出行选择打 Uber 或者是 Lyft。那伴随而来的呢，实际上是有一些与 Uber 或者 Lyft 相关的交通事故。我们在过去5年呢，也代理了越来越多的 Uber 或者是 Lyft 的这个交通事故的索赔，那么都为客户获得了非常合理的赔偿比如说上周我们就为一起 Uber 的乘客获得了一笔12万5千美金的人身伤害赔偿。所以呢，我们在乘坐 Uber 或者 Lyft 的时候呢，万一发生了交通意外，我们作为乘客应该怎么做呢？第一，一定要打911报警，让警察到现场对这个事故做一个完整的笔录。第二呢，就是我们自己要保留好乘坐 Uber 的所有的信息。第三呢，就是我们在现场可以对交通事故中涉及的车辆进行这个适当的拍照，那么可以每一辆车拍3到5张就可以，但是也不要拍太多，不要拍个20-30张，这样子就有点故意的这个进行索赔的嫌疑。第4点呢，如果身体不舒服那么我们是乘客就一定要去医院的急诊室做一下检查、评估和治疗，那么千万不要忍着。最后呢，就是如果要进行人身伤害索赔的话，那么还是要聘请经验丰富的人身伤害律师。像我们这样的专精车祸及人身伤害的律师呢，能够让你尽快的去看非常顶尖的医生，去进行治疗，去进行这个车祸后的康复。那么同时呢，也能带领你向 Uber 或者是 Lyft 的保险公司来进行索赔，拿到非常合理的这个赔偿的数额。最后呢，就是 Uber 或者是 Lyft 他们的保险的额度都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么一般情况下，在乘客乘坐途中这个保险额度是100万美金每一起事故。所以的话呢，因为有这样一个非常高额的保险的额度，那么我们作为乘客如果受到伤害就是千万不要担心这个医疗费用的问题，那么千万不要觉得忍一忍就可以了，那还是应该尽快的去寻求治疗，尽快的去咨询专业的人身伤害索赔律师来维护自己的权益。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如果大家不幸发生了交通意外，可以电话我们免费咨询。谢谢。如果今天的节目对你有帮助，那就帮我们订阅、点赞、分享吧。有任何问题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你的法律问题我最关心。